一命二运三风水，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。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酱汁命理讲堂。今天小酱汁主要给大家讲讲身上痣多的人更容易长寿。这8颗长寿痣你有吗？很多人都会认为痣多无益，尤其是脸上的痣太多会影响美观，很多人都会去医院把痣点掉。那么针对人们的这种心理，英国和美国的科研人员展开调查研究，结果有了令人惊讶的新发现。在伦敦皇家学会维罗妮卡·巴泰利和泰姆·斯佩科托的领导下，英国遗传学家和美国老年学研究人员在对18岁至79岁的2000多名志愿者，其中包括900多对双胞胎，进行了为期10年的跟踪调查后，得出一个异乎寻常的结论：人身上的痣越多越大，即机体衰老的过程就越缓慢。我们身上其实都会布满大小不一的痣，长在身上的还好，如果是长在脸上，肯定就会有很多小伙伴选择去医院把它点掉。但是很多人都不知道，有些痣是不能点的，点了之后会有不可预计的伤害哦。比如以前有一个人把脸上的一颗痣点掉，没过多久他就全脸溃烂。那我们的痣和长寿真的有关系吗？脸上的痣与运有关系吗？什么样的痣象是长寿痣？今天我们来一起了解一下。1. 我们的痣和长寿真的会有关系吗？据研究显示，在每人平均30颗痣的统计基础上，每多出25颗痣，其实际生物年龄就会年轻2至3岁。原因是科学家们发现了痣的数量与染色体末端长度之间的联系。须知，染色体末端的长度是随着机体的衰老过程发展而逐渐减小的，一旦减小到极限程度，就会导致细胞停止分裂和死亡。原来，人身上痣的数量越多，染色体末端就越长，也就是说，人身上的痣越多，人就会活得越久。脸上有痣与运势有关吗？其实脸上有痣对人的运势确实有一定的影响，痣的多少不同，对人的命运影响也不同。1. 脸上长4个痣。脸上长4颗痣的人命中带财，而且聚财的能力是很厉害的。他们性格比较成熟，而且且稳重，而且很善良正直，一生财运很好，而且很长寿。要是4个痣的位置都在下巴上或者眉心，遇到困难是可以逢凶化吉的，而且好运连连。不光如此，他们的桃花运也是很不错的，可以收获完美的爱情。2. 脸上长3个痣。要是有3个痣的话，一生贵人运很好，总是在困难的时候得到帮助。要是3颗的位置比较分散的话，那说明可以一生衣食无忧，财运红火。要是位置挨得比较近的话，那么横财运是非常不错的，必定能大发横财。要是这3颗痣长在眼角、嘴角等这些位置的话，口福是很好的，生活的富裕平安，不需要为钱而担忧。3. 脸上只有1个痣。如果脸上只有1颗痣的话，那能收到吉星的保佑，福气很深厚。他们性格很温柔平和，而且有菩萨心肠，重情重义。不光在困难的时候可以找到解决办法，而且事业方面是很顺利的。要是这颗痣在太阳穴或者眉心的话，那么就是福气财运双全。如果可以选择做生意的话，有希望成为大老板。3. 什么样的痣象是长寿痣？ 1. 肩门有痣。肩门就是太阳穴的位置，肩门有痣预示着本主不仅晚年有足够的钱财，而且身体素质好，有长寿的潜力，属于晚年好命的一种体现。肩门位置有痣的人往往早年比较辛苦，尤其是在养育子女方面费尽心力，比较操心，而且早年他们的工作运势和财富运势也表现一般。虽然有能力有资质，但是却无法获得领导的赏识，贵人缘比较差。这部分人从中年开始才有好运的倾向，运势逐渐提升，甚至一部分人会从一无所有一直做到富贵无极。这部分人晚年的时候也依然会活跃在工作上，心力不减，头脑清晰，眼光长远。因此即便是人到晚年，他们的运势也处于不断攀升的局面。此外，肩门有痣的这部分人，他们的性格坚韧，
早年由于生活辛苦，对周围人比较苛责，但是中年发迹后，性格逐渐随和，晚年乐天知命，心境豁达，因此这部分人的晚景相当不错。一方面是物质条件好，不会因为人到晚年就没有财富可以倚仗；另一方面身体素质好，不会生大病，可以健康长寿到老。2. 鼻头有痣，鼻子属于一个人的财帛宫，这个位置有痣的话，说明本主财运深厚，财气充足，一生有花不完的金钱，从小物质条件就十分优越，可以说鼻头有痣的人从小到大直到晚年也不用操心费力，只需要享受现有的物质条件就可以生活得十分滋润，因此他们一生都不用太出力，性格上也逐渐养成了温和、宽厚、善良的特点，待人接物周到细致，人缘非常好，因此晚年小辈们也喜欢和鼻头有痣的人在一起，陪伴他们，使得鼻头有痣的人晚年不孤独不辛苦，因此这部分人也属于晚年健康长寿有福气的一类人。3. 耳朵有痣，耳朵在面相中代表着财听宫，也是一个人福气的外在体现。耳朵有痣的人往往做事稳妥，眼光长远，头脑清晰，情商和智商都很高。这部分人从物质上来看，年轻的时候有事业心，能够为自己晚年做好充足的物质储备。从精神上来看，这部分人内心世界充盈，即便人到晚年也不会觉得空虚寂寞。从身体素质上来看，这部分人心态良好，注意养生，因此晚年的健康也是有保障的，不会出现一些大病痛的折磨，可以享受美满幸福的晚年，属于有福气的一类人。4. 下巴长痣，下巴在面相学中也称为地格，代表一个人的子孙运、福禄运和晚年运。如果一个人的下巴长得饱满圆润或者方阔有肉的话，这种人晚福较重，晚年的生活比较幸福。若是这种下巴再长有一颗亮黑小圆的极致的话，这种人一般做事踏实认真，头脑也非常的聪明，很有创业和经商方面的天赋，创造财富和积累财富的能力非常强，能够攒下很多的不动产，晚年有福又有钱。5. 额头中央上方长痣，额头的正中部位在相学中称为天中，也称为官禄宫，代表着一个人的财运状况、祖业根基和一生福禄状况。若是天庭部位长得饱满光洁，且正中央的稍上方长有极致的话，这种人一般头脑非常聪明，目光长远，属于心智都非常成熟的一类人，考虑问题比较的全面，也善于处理与长辈或者上司的关系，祖业殷实，既能得到家中的帮助，也能靠自己的能力开疆拓土，事业财运都比较出色，一生享不尽的福禄。6. 膝盖后窝长痣，腿部代表一个人的行动能力和忍耐力，而膝盖则代表一个人的责任心。如果右膝盖长痣的话，异性缘比较差，容易晚婚，婚后生活非常的辛苦。左膝盖长痣则代表着工作能力强，人际关系好，事业上容易获得成功。若是膝盖的后窝长痣的话，这种人一般做事非常的踏实，而且聪明好学，理财能力非常强，年轻时便能挣下丰厚的钱财，子孙运较好，晚年富贵又幸福，一生不为钱发愁。7. 背部正中长痣，在相学中，背后代表一个人的责任担当以及承受能力，所以背部的痣大多皆为极痣。如果一个人的后背正中央位置长痣的话，这颗痣也称为福如东海痣。长有此痣的人不仅富贵，而且还可以长寿。这种人一般心态乐观积极，做事认真踏实，忍耐力极强，也有着很强的责任心。从小可以得到家中的庇护，长大后可以得到贵人的相助，事业上定能够有所成就，晚年能享儿女福，一生富贵。8. 肚脐后方长痣，肚脐部位代表着一个人的生命健康、聪明智慧和事业财运。如果一个人的肚脐正对着后腰位置长痣的话，这颗痣也称为腰缠万贯痣。
长有此痣的人大多智慧较高，行动力比较强，做事精力非常的旺盛，有着很强的学习能力，心智方面比较成熟，而且内心善良，乐于帮助他人，人缘非常好，一生妻贤子孝，容易获得不错的收入，也容易得到他人的尊重，越来越有福。当然，人一生的运势好坏是需要综合分析的，其中包括很多方面，不必只看重志向，只将其作为一个生活的参考就好了。如果因为某颗痣的好坏而打乱了日常的生活，便有点得不偿失了。志向是相学中的一种，是有很大讲究的，无论哪个地方长痣都有它的独特含义。痣有吉凶之分，吉痣不仅位置长得好，而且颜色黑亮或者红润，而恶痣不但长得位置不好，而且颜色发灰，有的甚至灰红色或者其他杂色。那身上哪些痣有福，哪些痣漏财呢？一起来看看吧。一、身上这10处长痣有福。一、屁股有痣。在相学中，若是一个人的屁股的方位处长有吉痣，则被称之为是福禄痣。而一般具有这样吉痣的人，个人的福分运势都会十分的不错，日子方面也会过得比较充足，并且他们大多数情况下都会具有一个稳定的物质日子，就算是不努力也能够确保收入稳定，并且归于越老越富有，存钱挣钱的本事也就会越强，个个都是有钱人。二、大腿长痣。在相学中，若是一个人的大腿根的方位处长有吉痣，则一般具有这样吉痣的人，在事业上的成果都会十分的好，并且他们肯努力、肯奋斗，个人的执行能力也会十分的强，就算是遇到苦难，也都能够逢凶化吉，就算是自己具有大富大贵的日子，也是实至名归。可是他们天然生成归于劳力的命，挣钱赚的都是辛苦钱。三、福堂宫长痣。福堂宫位于2眉尾偏上的方位处，大约1公分左右的脑门处的方位，代表的是一个人的福分和财气等等。而大多数在此处长有吉痣的人，本身的金钱气势都会比较旺盛，命中也会得到贵人的协助与提拔，干什么工作都会比较顺利，有望完成事半功倍的作用，所以大多数福分都会比较旺，一辈子罕见挫折与困难，也会有家人协助与提拔。四、脸颊长痣。在相学中，若是一个人的脸颊的方位长有吉痣，则他们天然生成就会具有好福分，身边的机会比较多，一旦捉住就能够大赚特赚，就算是完成一夜暴富也十分的有可能。可是这样的人简单、骄傲、自负，导致自己的机会丢失，很难发展长久。有福分，可是也得有福缘，不可过于耗费。五、耳朵长痣。在相学中，若是一个人的耳朵的方位处长有吉痣，天然生成归于福分相。而一般在耳朵的方位长的吉痣，黑亮有光泽，看起来十分的丰满，则这样的人天然生成就会具有福分相，本身的财气佳，注定归于健康长寿之相，个个都是聪明伶俐之人，无论是在哪个职业都是佼佼者，命中有暗财藏而不露，早晚崛起成为大富有。六、嘴角长痣。在相学中，若是在嘴角的方位处长有吉痣，天然生成就归于福禄痣，而具有这样志向的人，无论男女都会十分的有口福，身边的好运不断，金钱运旺盛，男人个个身价上千万，吃得好穿得好，福泽子子辈辈，富有几代人。而女人长有这样的吉痣，天然生成就是阔太太命，一辈子都不愁吃喝。七、眉中长痣。眉毛在相学中被称为是保寿宫，可影响一个人的健康、感情和性格、事业等等。如果眉毛中藏有痣的话，算是暗痣，是吉痣。此人大多头脑聪明，颇有经商天赋，执行力也强，是典型的行动派，也是属于有智慧的人。这种人一般在事业方面都有所成就，能够通过自身的努力去做事情，家里的经济状况都比较好，日子过得富裕，不会为了钱财而犯愁。八、耳后长痣。耳朵被称为听财宫，在相学上是判断财运、智力、身体状况的重要部位。如果耳朵后面有痣且颜色鲜亮，
那么就表示此人财运旺盛，物质条件非常好，不仅日子过得富裕，而且还有一定的积蓄，动产和不动产都有。这种志向的人聚财能力很强，总能通过各种渠道去赚取钱财。他们本身就是聪明之人，遇到任何困难都能靠自己的能力去解决，再加上财运又旺，因此很容易获得丰厚的利益。9. 背部中央长痣。背部中央有痣，一般自己可能是看不到的，可以通过镜子或者找人求证。这个地方有痣，而且颜色鲜亮不暗沉，是富贵痣，更是发财痣。这种志向的人大多父母身体健康，儿女孝顺懂事，家庭和睦，而且自身财运非常好，一家人的日子过得其乐融融，幸福美满。而且他们不管从事哪个行业，都能获得丰厚的收益。此处有痣的人非富即贵，衣食无忧，事业做得很大，还能为身边的人带去福气。10. 下巴有痣。下巴被称为是地格，主代表一个人的晚年运程和家庭观念等等。如果下巴有痣不是很大，而且有光泽，被视为是发财痣。此人有能力，智商高，头脑灵活，发家迅速，通常可以通过自己的能力获得相应的回报，且收益丰厚。这种志向的人大多家庭环境不错，父母也能够给自己提供好的生活质量和好的教育，再加上自己财运又好，一般日子过得都很富裕。2. 身上这10种痣需要注意。1. 眼尾有痣。眼睛尾部的痣通常被认为是枯痣，代表这个人的一生会比较不顺畅，苦恼伤心的事情很多。不过眼周围长痣现有称之为泪眼，似乎成为了一种新的审美标准。2. 耳尖有痣。女人在耳朵上长痣说明耳根软，一定程度上也代表了自己没有主见，可能在关键的时候给不了伴侣有用的意见或建议，感情运也许会有些坎坷。3. 人中有痣。人中有痣除了对外貌有所影响之外，还和子女运有所联系，可能需要对子女的教育多加费心，成长过程中也需要时刻注意。相比成才，成人才是最重要的。4. 突然长出来的痣。通常我们的痣都是天生的，而原本没有痣的地方突然间长了痣，你就需要多多注意了。并且痣如果随着时间一天一天长大，形状产生变化等等，最好及时去医院查明原因。5. 鼻子有痣。鼻子在相学当中被称作为是财帛宫，跟自身财运有很大的关系。如果鼻子，特别是鼻翼或者鼻准处有颜色暗淡发灰的痣，或者是别的什么疤痕的话，表示此人的财运遭到了一定程度的破坏，有漏财或者是破财的迹象。这种特征的人不仅在赚钱方面很吃力，找不到好的赚钱门道，就算侥幸赚到一些，也会因为种种原因而被挥霍掉了，最终钱财紧缺，需要紧衣缩食。6. 肩膀正中有痣。长在左右肩膀正中的痣叫做劳碌痣，无论男女都代表的是一种责任和负担。此人遇到问题会迎难而上，从不逃避和妥协，凡事都会选择一肩扛下，尽量不拖累别人。为了家庭责任身负重任，过得比较辛苦。不过一般这种志向的人在赚钱的道路上会比较艰辛，事事都没有自己想象的那样简单，而且财运不太好，即便有了一些商机，也很难从中获得利润。他们一生会经历许许多多的麻烦，不过好在他们天生就有责任心，不会半路撂挑子。7. 田宅宫有恶痣。田宅宫位于眉毛和眼睛之间，代表田产和地产。如果田宅宫长得干净明亮饱满的话，预示其人财运旺盛，无论是正财还是偏财都有不错的收入，很容易成为名副其实的有钱人。倘若田宅宫处长有痣，并且颜色暗淡或者是发灰，那么就表示财运遭到了一定程度的破坏，有破财的可能，事事都会受到一些限制，无论哪一方面的投资都不太容易获得成功，就连正常工作收入也不尽如人意。8. 下巴左侧有痣。下巴在相学中被称作为地格，代表的是一个人的田宅、机智与蓄财能力大小。
同时也代表其人的财运以及晚年运势。通常下巴长得好的人都是比较有福气和财气的，家庭和睦幸福。如果说下巴的正中处长有痣，且颜色红润或者黑亮，那么就表示此人财运旺盛，生活无忧。倘若在下巴最左侧长有痣，并且颜色灰暗无光泽的话，那么就表示此人财运不济，尤其是在投资理财方面很难得到收益，需要谨慎投资，以免上当受骗。9. 眉毛之间有恶痣。眉毛之间的部位被称作为印堂，如果此处生得宽阔饱满，光滑无疤痕，也没有任何的恶痣，则表示此人吉星高照，财运好，贵人助，做事情容易获得成功。相反，如果事业宫长有恶痣，颜色暗淡无光，或者是很大一颗灰暗的痣，那么就表示此人的财运遭到破坏，家庭变故多，及责任重大，而且收益较少。即便自己很努力了，但还是得不到自己想要的结果，日子过得紧巴巴。10. 嘴唇有多颗痣。嘴巴在相学中也是占有重要位置的，代表着享受与物欲、异性之间的关系等等。通常在嘴巴的周围长有好几颗痣的人，都是口齿伶俐、能说会道之人，做事喜欢走捷径，依赖性强，而且赚钱方面不是很给力，要么就是没有好的赚钱门路，要么就是因为自己财运不济而收入不佳。这种志向的人比较贪吃，即便赚有一些钱，也会拿出去挥霍吃掉了。他们太过重视物质享受，喜欢买奢侈品，即便有家财万贯，也有可能会被他们给霍霍完了。最后，小酱汁要说一下关于点痣、整容之类的问题。长了一颗胸痣，如果进行整容和调整，运势会随之变好吗？答案是改进余地很小。如果是在面部很明显的地方，会稍有改进，但如果痣的位置不是很明显，即使点掉的意义就不大，因为痣的生成原因在面相上代表五脏的基因缺陷，然而点痣却不能改变缺陷，所以运势也不会因此改变。那正确的解决办法是什么呢？了解你的缺点并接受它，在生活和学习工作中进行改进和注意。人生而不同，各有其运，腿是人体之重要器官，为行走之工具，也是一个人的地基所在之处。一个人的运势如何，腿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。不同的腿有着不同的命，那什么样的腿是好命呢？腿上又有什么地方可以看出一个人的运势走向呢？今天小酱汁详细为酱友们分享。1. 从腿痣看命运。1. 安定痣。这颗痣长在左腿的外侧，大腿和臀部的连接处，被称之为安定痣。拥有此种志向的人，可以在家衣食无忧，外出能事事顺利，可以过上安定平稳的生活。而且此处有痣，注定一辈子都能够大富大贵，在工作中以及事业上有贵人相助，在事业上能够一帆风顺，步步高升。2. 平顺痣。同样的位置，不过这颗痣长在右腿上，左为安定，右为平顺。这颗痣不算好也不算坏，属于一颗中性痣。长有此痣的人在事业方面很难取得太高的成就和发展，但好在一生平稳上升，即使不能大富大贵，但小康无虞，也非常的让人羡慕。3. 带刀痣。这颗痣长在安定痣下方半寸左右的位置。所谓的带刀痣，指的是身上带有凶印的意思。长有此痣的人，女孩子大多较为豪爽大方，性格方面比较的男性化，而男孩子则喜欢好勇斗狠，不论在家里还是在外面，总是一副老子天下第一的感觉。如果从小不好好管教的话，长大后肯定会惹下许多大麻烦。4. 围纱痣。这颗痣长在右膝盖的外侧，在相学中属于一颗凶痣。所谓杀，就是预示着灾祸多。长有此痣的人，身边小人较多，容易遭到他人的算计和陷害，而且经常还会遇到一些突然到来的意外状况，轻则损财，重则伤身。5. 南行痣。这颗痣长在左膝下半寸的地方。所谓南行，意思就是艰难远行。长有此痣的人，不论男女，是不太远离家乡去外地发展的，在家的周边还有亲朋帮助，一旦远行则举目无援。
如果非常贸然远行的话，不仅不会有太好的发展，反而会四处碰壁，阻碍重重。6. 无府痣，这颗痣长在左边或者右边的膝盖上方。长有此痣的人，不论男女，一般财运很好。这种人一般天生具有一种非常强的理财能力和天赋，收入和积蓄都非常不错，一生不用为金钱发愁。男人长有此痣的话，财运会更好一些。不过，如果这颗痣长在女人的右膝盖位置的话，则对婚姻有一些影响，需要晚一些结婚才能更加幸福。7. 波折痣，这颗痣长在左腿小腿的中间部位。听名字就能够知道，长有此痣的话，不论男女，一生大多较为波折和动荡，坎坷较多。凡是自己想要得到的东西，从来不可能轻轻松松地获取到，缺乏贵人的相助，只有靠自己的努力才能够争取到，目标感非常强，考验与机会并重，那么成为人上人，要么就会破罐子破摔。8. 坎坷痣，这颗痣长在左脚踝上半寸的地方，属于一颗凶痣。长有此痣的话，不论男女，大多一生非常的艰难与辛苦，事业发展不顺，需要付出比常人多几倍的心力才能够成功，考验多于机遇。如果不能保持一颗平常的心态的话，容易自暴自弃，一生平庸。9. 容源痣，这颗痣长在左脚或右脚踝上，脚踝长痣皆为凶痣。长有此痣的人注定一生劳碌而奔波，年轻时为事业和生活奔波不停，中晚年是为子女操劳不断，缺少贵人相助，身心俱疲，一生辛苦而劳累，晚年也没有什么福气。10. 按键痣，这颗痣位于右腿平顺痣的稍下方半寸左右的位置。长有此痣的人，小人运横行，不论是在工作还是生活中，容易遭人记恨，时常会在背后遭到别人的诋毁和陷害，使得事业受到阻碍，生活受到影响。平时为人处事方面，需要多与人为善，多交良友，这样遇到困难时，他们才会出手帮你渡过难关。11. 误食痣，这颗痣长在右大腿的外侧，就在按键痣下方半寸的位置。长有此痣的人一般做事非常的踏实认真，不喜欢胡思乱想，态度非常的端正，不喜欢在那儿患得患失，凡事喜欢脚踏实地，属于那种特别务实的人，行动力比较强，是可以信赖的合作伙伴。12. 跌栽痣，这颗痣长在左腿膝盖的偏左的侧面，也是一颗凶痣。古书上这样介绍，说长有此痣的人走平路都容易摔跤，喝凉水都容易塞牙。从这一句话，这颗痣就代表着挫折和磨难。长有此痣的人一生必定会多灾多难，所以无论做什么都一定要谨慎谨慎再谨慎，小心小心再小心。2. 从腿型看命运。1. 萝卜腿，所谓的萝卜腿指的是脚脖子非常细，但小腿的腿肚子却比较粗，看上去就像萝卜一样上粗下细。长有这种腿型的人一般头脑非常的聪明，看上去非常的机灵，但大多都是小聪明，思考力不足，考虑事情也比较简单，经常容易做一些无用功的事情，一生比较的辛苦。不过凭借着自己的辛劳，往往也能获得不错的收获。而且这种人对待感情大多非常的认真和执着，懂得关心和体贴对方，付出不求回报，婚姻比较稳定。2. X 型腿，如果一个人的膝盖部位外翻，双脚之间合不拢的话，这种腿型也称之为 X 型腿。长有这种腿型的人一般性格非常的开朗，做事非常的认真，但是承受力比较差，这种腿属于一种典型的漏财腿型，一生劳碌辛苦，福气浅薄，容易过着漂泊不定的生活，对待感情方面神经非常敏感，特别的小心眼，往往会导致感情运势不佳。3. O 型腿，所谓的 O 型腿指的是膝盖向内翻，两脚并拢时，双腿之间的缝隙非常大，看上去就像一个大写的0一样。长有这种腿型的人一般心思非常细腻，性格也比较内敛，不喜欢与人交流，也不喜欢主动与人交往，性情较为孤僻，不容易亲近，而且抗压能力比较差，
遇事喜欢放到心里，特别的爱抱怨，整体运势不佳。4. 鼻杆腿，腿部支撑着人的上身，如果一个人的腿型过于消瘦的话，尤其是小腿，这种腿型也称为鼻杆腿，代表着下盘不稳。这种人不仅看上去轻飘飘的，给人一种不踏实的感觉，而且一般睡眠质量也不是很好，精神状态比较差，性格方面还非常的孤僻，特别的不合群，感情方面飘忽不定，事业难以稳定。5. 匀称腿，如果一个人呢腿型长得不胖不瘦，大腿和小腿看上去粗细均匀的话，整个身形看上去比较和谐，走路也比较的稳当，象征着身体会非常的健康，很少遭遇疾病的困扰，而且性格平和温顺，做事稳重大方。正常情况下，他们的事业会发展平稳，还能收获到好的姻缘，彼此都能做到忠诚专一，家庭会幸福美满。6. 肥胖腿，如果一个人的双腿过于肥胖的话，除了行动比较迟缓，欠缺美感，容易影响到自身的自信心。长有这种腿相的人，大多性格方面非常的刚直爽朗，不过自我控制力比较差，贪图享乐和口舌之欲，生活状态也比较的懒散，做事喜欢拖延，异性缘比较差，感情运势不好。人的腿是身体的根基所在，它象征着运势的走向。如果你的腿相不是很好，那么也不用紧张，只要在生活中加倍努力，通过其他的地方弥补腿部的缺陷，也是一样可以成功的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啦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，记得给小酱汁点点关注和小铃铛，小酱汁会继续给大家分享更多有趣的命理内容。我们下期再见。